就你怎么动？我费尽心机隐藏在这些死囚当中，就是为了进入灵牙塔，为我娘找到解药。师傅说灵牙塔的所在极为隐秘，灵牙塔共分8层，每层都分别由一名雀蛇领着一众哑仆看守。雀蛇负责拍摄生死局，专使女囚们相互厮杀，为上流权贵提供赌盘权，草菅人命，丧尽天良。为了我娘，这吃人的牢笼一定要闯一闯。饭来了！这怎么吃啊？全都馊了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是哑仆，不会说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轮到咱们这儿就剩这些了。什么叫轮到咱们这只有这些了？为什么？这儿的饭菜是从上往下开始分配的，越是上面的人呢，就越是先挑。这怎么才能去到上层啊？这灵牙塔呀，每一层都有一个生死局，这塔里的囚徒都可以以命相搏。你若是赢了，便可以往上去一层；若是能闯到塔顶，说不定还能重获自由。可你若是输了，那便是连命都没有喽。赌命？若我想参加这生死局，该怎么做？那你得有本事先见到雀蛇呀。怎么样才能见到雀蛇？除非你寻死。没事吗？在灵牙塔，自杀是大忌，没人告诉过你吗？说吧，有什么阴谋？我要参加生死局。好久没有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了。既然想找死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去禀告塔主，底层要开生死局。不能拿！谁拿了，谁就要参加生死局。生死局！与其被饿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对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对，比起饿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哎呀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！哎呀！诸位，今晚底层新增一局，不知道诸位可否还有雅兴啊？
这次要开的是什么局啊？对呀，怎么玩啊？到底来了多少女球啊？欢迎诸位来到八卦生死局，以石阳谷为限，只有找到生门的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，去往上一层。生死局开始。姐姐，是我。我刚刚一路走来，死了好多人啊！这古神龙洞天堂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是2响谷了，10响谷之前如果没有找到出路的话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我不想死。走这边。出口。这门是假的。假的。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6响谷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到真的出口。好，走走。怎么样？几位贵客选的人你都还满意吧？我压了5人，折了4口，真背气。多玩几次，就能够找到窍门了。
什么时候去啊？纸条。这图上一共有8扇门，刚才我们已经验了6扇。据我推测，生门应该就在前和对这2个方向之中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分头行动，这样才会有活下来的机会。这样，这扇门交给你，我去那边。来，拿着，好好保护好自己。擅自闯塔，我不是让你安心等我照顾好你娘吗？等不了，我娘病情突然恶化，大夫说若是再找不到解药，恐怕撑不过这个月了。灵牙塔非死罪之人不能进，你是如何混进来的？新进状元郎被歌手弃尸城外，凶手至今未获，我就去官府自首，顶下了罪名。胡闹！你是顶罪。这塔中之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中危险你可知？我知道，你说过的。进了灵牙塔，九死一生。解药我会尽快找到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你送出去。可我都已经进来了。8香菇，香马上要烧完了，快走！出口就在那个巷子，插入钥匙就能打开出口，通过生死局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杀了他！快动手！我就带了1根，再用还得先拔出来。接着，我刀娘从不用刀，笨重无用，就跟男人一样。多谢相助。我不是来帮你们的，纯粹是因为出口的钥匙被这丫头拿走了。姐姐，我刚在巷子里找到的钥匙就被他们发现了。钥匙，9香菇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以为你跟我们是一起的呢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只有1个人能活着从这儿出去。
只能换一个，你明显不是看的那个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连城生死局结束，闯关成功。我们通过了，太好了，姐姐！终于压住一回，活下来3个，是不是有点犯规矩了？规矩？灵牙塔哪来那么多规矩？既然3个人都出来了，理应都作数。哎，那3个都作数，那赌钱怎么算呢？2位各押中1人，赌金由2位平分。平分？这倒是高兴。若是3个人再杀一场，你押的那个江蛮肯定赢不了。那你想怎么着？难不成真再来一场？那必须再来一场！凭什么？我押中了，我也押中了，合体生财，合体生财啊！我有个提，那几个女子都是如花似玉的美眷，若2位贵客不嫌弃，不如下去好好享用一番，岂不美哉？就让刚才那个身手不错的来陪我。五舅在。刚才的话都听到了吧？赶快去安排。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味道？来了！你们不应该打他们的主意。处理好了，连同2名随从也一同销毁了。唉，都怪他自己狂妄自大，竟不知道自己得罪的是什么人。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客人，要是有人追究起来，放心吧，要他命的人自会处理。今晚的生死局，中途你去哪儿了？我看生死局要破，便打算亲自下场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不慎让他们3人侥幸通过。无妨，就算逃过这一层，早晚也是个死。不过无咎啊，我得提醒你，若是让我知道了是你坏了灵牙塔的规矩，我绝不姑息。乐子也看了，臭虫也杀了，把他们3个送上去吧。是。
这是你的吗？谁让你动的？哎，不是，不知道是你的呀，我顺手就捡起来了。再敢碰我的东西，把你手剁了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这人讲不讲理啊？他刚才明明是好心，不需要。你们俩能不能别在这假惺惺的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灵牙塔，自己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心里没点数吗？在这个地方，要么生，要么死，别跟我玩什么姐妹情深、阴谋诡计那一套。是，这塔里是没有好人，都是虎狼。但是多个帮手总好过多个敌人吧？没准你哪天死的时候，还有人替你收尸呢。你还真善良啊！非礼勿言。我是这里的雀蛇，秦玉人，你们可以叫我秦先生。你娘中的是灵牙塔的毒，我只能暂时控制毒素蔓延。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引路戟。欢迎三位来到灵牙塔第2层生死局。生死局？这么快就开始了？我们这幽灵学堂以考试作为生死局，成绩优异者可升去上层，其余失败者，只要愿意继续做我的学生，便可一直留在此处。这么听上去，岂不是比下层强了上千百倍呢？哇，这这么好啊！哎，我们不如就留在这里吧，也不用去参加什么生死局了。要留你自己留吧，这么多的书，看的人头都大了。若留在这里，不参加生死局，也不上这些课，该如何处置？总也学不好，肯定是坏学生。这么来之不易的机会都不懂得珍惜，那就只有杀掉了。这兔子肉是我娘特地给你做的，我能拜你为师吗？我也喜欢吃兔子肉，你能教我抓吗？你看我编的也还好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看在我帮你梳头的份上，师傅考虑一下呗。没收过徒弟，不曾回教。我也没拜过师呀，咱们相互照应呗。考虑一下。那我就当你答应啦。咱们拉钩作证，不许耍赖。你可是这一身本领，意味着多少的苦痛。师傅，你看。看什么？江满，有些人呢，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的那么绝，腿倒是挺老实。画得真妙啊！哇，
这人也太多了吧？这些人虽有说有笑，但为何让人感觉不到一点生气？我下在这里了。好奇。谁呀？谁扔的球？长没长眼啊？你扔的？没看到我人在这儿吗？眼瞎了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！哎，撞到人了，应该赔不是。对不起呀。没关系。师者言：若当认错，须感同身受，知其所苦。学有所言即是。谢谢。上课了，快走吧。不是，这都什么呀？有病吧？见过先生。诸位请落座。诸位，再有几日，我们正好又将迎来一次考试。好个屁！一来就是考试。课堂之上，不可擅自言语，目无师长。你怎么能随意杀人？他本就是死囚，死有余辜。幽灵书院接纳你们，是为了帮你们清洗掉身上的罪孽。方才这下，就当是他命不好，替你受了罚。念你出来，为师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若再犯，绝不姑息。诸位都是获罪之人，获罪之因由追根溯源，皆情人竟如此诡谲狠厉。故本书院要做的，就是教会你们何为女子应尊之礼。本次考核科目为策论，3人为一组，虽是各自完成考试，总分最优者重赏，最差者重罚。组队意愿考试时填写即可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打开女戒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2曰妇言，3曰妇容，4曰妇恭。夫云妇德，须才名学艺；妇言，须辩口立辞。妇容则是要时刻注女戒我看过，跟这截然相反。妇恭原书是让女子谨小慎微，可他这书却是让女子大胆张扬。这个书院，这个情欲人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？这食物也没比第1层多多少，人还多了这么多，咱们能吃饱吗？一天就吃1顿，能吃饱就怪了。老娘要出去，我得使劲往上爬才行。
美娘子，你们是刚来的，对不对？刚从1层上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俩有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刚来不久，没比你们早几天。然后呢？大家同为新人，理应互帮互助。你不觉得这些人看起来都特别奇怪吗？看起来特别不聪明的样子。若是我们合作，考试岂不信手拈来？抱歉，来晚一步。我们仨满额了。那也可以互帮互助啊，没准儿会发现有的人更好合作，而有的人应当舍弃。帮手未必是越多越好，手太多了反而容易添乱。我这个人最是怕生，所以特别不喜欢装手的。我们走。好。哎，别离我这么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没事搂搂抱抱的。这哪来的？上一轮考试我考第2，我考第3，先生赏的。加入我们，好吃的少不了。说得对。哎，姐姐，那你不如就找那2姐妹组队好了。那俩人虽说看着是比其他人要正常一些，但我绝对不会和他们合作的。为什么？直觉，那俩人绝非善类。怎么？难道你想留在这儿？倒也不是，就是怕成为你的累赘嘛。别老想着否定自己，我们说过的，要一起闯出去。哎，阿蛮，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呀？像你这样可爱的姑娘，能犯什么重罪啊？姐姐，你真的要知道吗？你若不想说就算了，没事没事。我先回去准备了。那明天的考试我会努力的。胡闹！你是顶罪，这塔中之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中危险你可知？我知道，你说过的。进了灵牙塔九死一生。师父说的对，此处皆是犯过重罪之人，最好还是要找到机会搞清楚他们的身世，知己知彼，方可进退有度。
书院有规，亥时之后，学子不可踏出学舍半步，违者严惩。走，跟我去见先生。这是什么？此乃毒腺，会岩壁扩散至肩部，一旦毒腺蔓延到脖颈，侵入后脑，将回天乏术。我娘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怎么还没醒啊？你娘体内的毒素已被我暂时压制，但想让她彻底痊愈，完全苏醒过来，还得找到解药才行。胭脂，莫要再追了。师傅，他们……先随我来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在，你又开始胡闹了。我怀疑这一层……你好好听我的话，老老实实在这一层待着，找解药的事交给我。我怀疑这一层跟我娘的解药有关。方才我在那个学子身上发现了跟我娘相同的毒腺。你是不是也查到了什么？秦玉人心思缜密，你这样贸然行事，难免会在他身上吃亏。你知不知道？师傅，那你出现在这儿，如果被塔主知道了，你岂不是也很危险？无妨，我正好有要事在身。最近从2层往3层去的人是越来越少，而且2层的生死局也是越来越无聊。照这么下去，必定会引起宾客们的不满。塔主的意思是想整治幽灵书院。自从2层交给秦玉人打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过。若不是他能为我配出这些烟膏，我岂能容忍他的胡作非为？那秦玉人一向恃才傲物，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屈服。在幽灵书院待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先生了。那塔主的意思是，若那个秦玉人再这么不懂事，就让他变得和那些学子一样吧。这第2层的书院，难道说是给他们试药的？没错。那我娘所中之毒，应是早期试验之毒。现在看来，应该能在秦玉人身上找到线索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娘有救了。走。我们这就去找秦玉人。你这样做容易打草惊蛇，而且灵牙塔戒备森严，一旦惊动了塔主，我们将前功尽弃。明日你照常参加考试，我自然有办法帮你。其他的事我来做。师傅啊！师傅，请你教我最厉害的武功，我要为我爹娘报仇。师傅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说他没有杀你？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说他带你来的？那看来他就是让你看着我，
让我不要贸然行事。七，你的名字？那我以后叫你阿七。明天的考题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让你带给我的。选夫论。在世人眼中，女子成人之后，终身大事便是选夫。我已教授诸位许多关于女子的遵循之法与处世之道，就请你们依据以往所学，就选夫这一命题做出论述。考试时间1个时辰为限，除非交卷，不得离开考场。开始答题吧。1个时辰内，所有人都会待在此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。这么多字，抄完就该交卷了，我哪还有时间探查？他在干嘛？交白卷吗？这也太不靠谱了！慢着，怎么了，先生？我不是才说了吗？考试时间内不得离开考场。先生，我已经答完了。你确定这就交卷？我已经答完了，不能交卷吗？你可知不认真对待考试之人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我认真对待了。针对此题，我想写的、能写的，都已在纸上。若我没有漏听漏看，先生应是没有规定字数吧？你可想好了，离开这个考场，如若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谢谢先生提醒。这个是真指望不上。我都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断然不会再回去的。你若是再发出声响，那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。哎，我有数。走。昨夜一靠近这里，便被阻拦。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看来下面另有乾坤，我下去看看，你帮我望风。哎，没事。
时表。师父，我不喜欢你骗我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心一点？师父，事已至此，要么你就带着我，让我在你眼皮底下行动，要么就事事逼着我，让我自行试错。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敢威胁我？师父，师父，这是……毒腺已经侵入后脑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解药，我娘的解药！我已经查过了，解药不在这里。你看这儿，这些难道是？没错，考出不同的名次，吃不同的药。怪不得有的人没有意识，但有的人已经像木偶一样，他们拿人当试验品，这层血子全部变成了他们的药人。正因如此，灵牙塔才能靠着这些药控制那些所谓的权贵。此药可致人出现幻觉，身处极乐之境，愈陷愈死。一旦尝试，便会迷上那种感觉。给魁首吃这个算什么奖励？这些药虽让人上瘾，但好歹还有些神智。其他药更甚。若全都是傀儡木偶，他怕是过不了教授育人的瘾，所以他让考得好的学生留有神智，至于那些差生，就沦为玩物，任他摆布。我明白了，秦玉人就是靠铃声操纵那些傀儡的。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暂且先不提秦玉人的事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考试吗？我考完了呀。这才多会儿功夫呀！我给你的那些文章，就算是熟练的代笔先生，也得抄很久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？我就写了一句话。一句话？那秦玉人向来看重学堂秩序，你这般行为轻佻，轻视他的威仪，简直就是把他的脸踏进泥里。师父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有在好好答题的。他让我们就选夫一题做出论述，我最想说的话就是那句：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世人皆云，选夫为女子一生中最大之事，嫁作人妇为女子一生中唯一可行之道。我却不觉，我偏要另行其事，离经叛道。选夫，我偏不。他还挺有趣。如果不是在灵牙塔相遇，说不定你们会惺惺相惜，秉烛夜谈。那个秦玉人如此孤傲冷血，我才不愿跟他多说一句。其实秦玉人并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只因为情所累，后来横遭变故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师父，这么说，你知道他的身世？哎，这次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正四处寻你呢。怎么办呀？刀姐姐好像真的决定跟那两姐妹组队了。那我们……没事的，放心。放榜。我又是第2，我又是第3。姐姐，你是第1名，榜首竟然是你！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光他厉害有什么用啊？架不住还有一个拖后腿的。我考了倒数第1。不是你的问题。若是先生喜欢我的答卷，定是不想要常规解法。可是本来我们总能拿第1的，
就是因为我的分数那么低，才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看，当娘考的不是挺好吗？那是，我们当娘考的可真好，我们3个定会是此次魁首。刀姐姐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2个，你笨的要死，他那提前交卷，那能怪我吗？想必诸位学子都有知晓自己的成绩。下面我将公布分组后的最终排名。此次共有20名考生参与考试，无法进分3人，所以会有2名学子被剩下了，总分上会有些吃亏。但好在他俩成绩够高，不至于排到末尾。白小慧、白小英，那2位被剩下的是你们。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。我们3个是一起上来的，自然是一组了。你怎么会有明天考试的题目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放心考就行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？别无所求，我们不是一起上来的吗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个考题给江蛮呢？江蛮的底子差，如果忽然考得很好，一定会引起秦玉人的怀疑。我知道，你对这里的人处处提防。不过只要你还把我当作同伴，我就一定休戚与共，推诚相待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呢？真是不知羞耻，犹如斯文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过你们啊！我说过了，让你们离我远点，是你们自己一直一厢情愿的。好了，分组已定，多说无益。下面我将公布此次考试的魁首，让我们祝贺这3位。且慢，先生，我方才猛然想起，我好像有一处错漏。什么错漏？我的考卷没写名字，所以此次成绩不能作数。南言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姐姐。你这是将我这幽灵书院的考试视作儿戏。先生，正是因为本学子重视考试，所以才会主动承认。不过这书院本就不是真的书院，先生也不是真的先生，或许这种错漏也无伤大雅吧。很好，为了奖励你的诚实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来人，此人态度不端，成绩作废。你们干什么？把他们仨给我带下去！你们干嘛？求求你，别杀我！南言之，如此心软，还想报仇？师父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。言之，不必了，你本性太过善良，不适合去灵牙塔。可是师父，我娘中了灵牙塔的毒，我必须拿到解药。老娘真是被你坑死了！这次是我擅作主张，连累2位，对不住。真是脑子有
先生是这么说的呀。这就是给魁首的重赏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是樱草，还会有各类菇粉。你懂药草？嗯，我从小跟爷爷一起去山上采药，当时很多药材我都有接触过。那这东西到底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东西吃多了就会变得像这些学子一样，行尸走肉。那这么说，整个学院不都是钱先生的傀儡啊？嗯，亏了没跟那俩姐妹组队。嗯，要不然还真就被困在这儿一辈子了。可是钱先生每天都跟这些傀儡在一起，他不觉得瘆得慌吗？也许有的人就是愿意沉溺幻想，享受这种虚假的快乐。那才是天大的蠢货！梦里面越享受，清醒过后就越痛苦。要是我，就算是要严刑拷打，也要站着清醒着。想让我吃这种玩意儿，做梦！大胆！谁让你们进来？这某些人啊，蛮靠仁义道德，再看看自己做的事儿，枉为士兵。自我掌管书院以来，还从未遇到过像你们如此顽劣的学生。看来真的有人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秦女士，你叫我什么？秦女士。多少年了，居然还会有人这么叫我？秦女士曾是本朝名满天下的第一才女，那个在太后身边为其执掌御批、号令百官的宫中至诰，这么称呼，难道错了吗？你揭穿了我的身份，就不怕我杀了你？秦女士当然可以杀了我，但在临死之前，我想知道，那个在百姓心中宅心仁厚、爱民如子的第一才女，她是否还在？她已经死了。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这是秦女士在及笄之年为自己写下的名句。若那个她已经死了，我又怎会获得此次魁首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听说因为太后失势，她被赏给了太子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可是有多少女子就是因为秦女士得以入学堂、识文字、破除礼教、独立于世，时至今日，她仍旧是他们心中的第一才女，女中良相。自恨罗衣掩诗词，举头空羡榜中名。第一才女又如何？没有了太后的庇佑，不就是个金玉做表的玩物罢了？落到男人手里，满腔的才学再无用处。他们不在乎你的永柳之才，他们只在乎你这轻薄衣衫下到底藏着一副怎样的身子。只可惜，怪我当年年少轻狂，恃才傲物。你别过来！我怎会与你这酒囊饭袋进床子之婚？我要见太子！我要见太子！我自以为清高，不愿意色示人，我还划伤了他的脖颈，而太子却降罪于我，将我丢入大狱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太子看中的并不是我，
只是想断太后羽翼，而我失去太后庇佑，彻底沦为穷人，随意任人踩踏，连最下贱之人都能轻薄于我。那一刻，满腔的才学，满腹的经纶，满心的忠志，都成了笑话。那秦女使为何会来到此处？我本以为会被凌辱致死，然后扔进那乱葬岗，然我精通药理，便被这灵牙塔主买来协助试药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是在助纣为虐？这塔中满是恶行，那又如何？我早就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了。在这儿，至少我有我的书院，我有我的学子，我可以为人师长，我可以传授知识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书院，那些也根本不是你的学生，操控这一切的只是那个铃铛而已。你如此沉溺幻想，和那些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？幻想又如何？我的人生都已破败至此了，我就是想做一个梦，一个超脱世俗的梦。就算醉生梦死，又有何不可？我就是要打醒你，秦女使。你虽女子出身，却不落窠臼，敢破礼法之所。明明有治世之才，经略之谋，现如今却自甘堕落，成为一群吃人权贵的帮凶。你说的倒是轻巧。我身处地狱，无力向上，我就算心有不甘，我又能如何？我这一条贱命，我又能如何？要是心有不甘，那就抗争致死，杀恶鬼，出地狱，在世为人。你果真有趣。说吧，折腾了这么久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我要解药。秦先生，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，之前那些人是如何通过这第二层的？其实说来也简单，只要在晚上到了子时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会有雅仆接你们到第3层。就这么简单？我在这院内明令宵禁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原来如此。在上面要是待不下去了，这里随时欢迎。也不知道带上你们是好是坏。戏演得不错。是你把我的身份告诉他的吧？我不理解，以前我3番5次邀你，你都没有回应过我，为什么这一次却对他敞开了心扉？你这次也并非真的为塔主而来，是为了他吧？我会禀明塔主，幽灵书院并无问题。暂且留步。你说过会帮我杀掉害我入狱之人，是真的吗？你我都皆知那人权势滔天，想要报仇，需通力合作才能得其所愿。好，你若帮我，我便帮他。
这什么破地儿啊！不是说一层比一层好吗？这感觉还不如第一层呢。这层到底比什么？该不会就咱们3个人比吧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这有什么声音？听着像打铁铺的声音。这次到底是比什么？这次到底比什么？不会真是我们3个人比吧？哎呀，你跟家雅仆较什么劲呢？这先好好吃饱饭啊才重要。哎，但这菜确实比前面强点啊。等等。居然敢在饭菜里下毒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看来，在这层不是被毒死，就是被饿死。怪不得这层没人了。带我们去见雀蛇。主人，这是幽灵书院最近新送来的新药，药效比之前的更佳。不出半年，贵人们必定会成吃成瘾，而且一旦停药，就会狂躁难安，生不如死，直至衰竭而亡。很好，但只是这样还不够啊！不知主人为何不满？我苦心孤诣经营这座灵牙塔，不仅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心智，更是要壮大自己的实力。请主人明示，那批钱为何迟迟没有运到？究竟是你松懈了，还是管不住下面的人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人责罚。你也不必如此，下面的人不听话，换了便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起来吧，主人，属下一定尽快的督促。这塔里的老人待久了，难免是倚老卖老，自以为是。该心狠的时候绝不能手软，才能成就大事。主人教训的是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容有误。是。之前听你说过，那人被你在脖颈处划伤，险些送命。这里居然还有个这么大的洞！行，大晚上的还有会客呀？又来了3个新人，我这还真是越来越热闹。这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参加生死局的。这么着急赶着投胎的，我倒是头一次见。我就喜欢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不过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想参加生死局，等明天。你先告诉我，
这层的生死局是什么？不急，你们能活过今晚再说吧。你们干什么？别想着蝇营狗苟的在老娘饭菜里下毒，老娘不吃你们那一套！聚宝窑近日进展缓慢，主上有多次催促，此事我总觉心神不定。簪花乃塔主义子，有他在，想必不会出什么纰漏。他，我倒不担心，只是若塔主不放心，无咎，愿代为效劳。我去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这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你们是？这个箭射满了，可在我那边将就一晚。来来来，你们3个今晚就睡这儿，我都给你们铺好了。不用麻烦了。那个人怎么带着刀啊？有人说不让带刀吗？跟这样的人住在一块儿，这大晚上的，怕也睡不安生啊。姐姐，咱们今天真的非要住在这儿吗？不想待着，那就滚出去！图雅姑娘，他们3个今天刚到这一层，还不懂规矩，你就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来，哦对了，你叫我扣碗就行啊。啊，扣碗，没事，我们自己来吧。听你描述，你娘所中之毒，应该是在我之前的雀蛇太阴所为。这个雀蛇太阴，现如今在何处？雀蛇太阴在我之前，一直与此位塔主炼药，只有塔主见过他的真身。后来因为立下大功，也被升至上层。这么说，他现在是第3层的雀蛇。如果说那个簪花男就是雀蛇太阴，我最好还是先搞清楚这里的情况。是一个铸币房。
谁？出来！再不出来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庄无咎，你不在底层待着，鬼鬼祟祟来我这里，是要再打什么坏主意？塔主不满交臂的进度，所以命我前来聚宝窑查看情况。你放心回去禀告塔主，我们会如期完成任务的。那就好。庄无咎，你看完就赶紧走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你我并无仇怨，又何必如此？我知道你来这里干嘛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休想靠近他半步。什么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又要死人了吧？这一层比什么呀？诸位，这轮生死局叫做金窟猜谜。金窟猜谜，你给我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很简单，你们两人分成一组，随机分配，投骰子论输赢。游戏一共3轮，连赢3轮者，不仅可以离开第3组，而且这里的黄金，你们想拿走多少都可以。怎么都是金子呀？不对劲，肯定有诈。可是小心点好。我不参加，这辈子最烦赌博了。这可是生死局，你不参加的话，不参加又能怎样？来，给他开开眼。诸位，现在你们随机2人分为一组，每张桌子上都有骰子和骰盅，哑婆会在一旁宣判输赢，赢的人进入下一轮。至于输的嘛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当然是丢下去，开天眼喽。我们不要站在同一桌，这样就不会自己人对自己人。刀姐姐，别说了，我是不想赌，但我得先活着。都痛快点嘛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早赌晚赌都得赌，早死晚死都得死。你们再不上桌，就都给我进去喂蛇。不行了，你走。这个真就是纯看运气比他小吗？我不觉得，越是简单的游戏，越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怎么阿七也来了？难道又是师傅带来的？都准备好了吗？金窟猜谜，第1轮，开始。
这段日子辛苦你了。不苦。若是没有师父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坚持下去。这是我给师父做的，我给他起名千丝镯。他日若你带上它，我们一起闯进灵牙塔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。这金库才美到底是什么？他难道能听人变通？老天爷，求您吊照我！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，求求您！姚静离手。开。我活下来了！我活下来了！你是抱佛脚有什么用？是我气疯了，菩萨都难保。完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让我们快去了！别过来！放开我！你们搞错了！你们找错人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明明是我赢了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凭你蠢！不讲规则，明明是我在练手的。你确定你搞清楚规则了吗？求求你别杀我！我可以留在此处为你当牛做马。我也可以，求求你别杀我！那就如你们所愿吧。送他们去地府当牛做马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开始啊！不是比大小吗？我居然留了下来。对啊，我明明点数比对方小，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。你们还记得那个男的说了什么吗？投骰子论输赢，不是这句。难道是雅不会在一旁宣判输赢？就是这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输赢是由雅璞决定的？那雅璞怎么知道谁输谁赢啊？难道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？那怎么破局啊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得很明白，我还要继续观察一下，或许能找到破局的办法。主人，新的铸币已经带到，请您查验。办得好！有了这些，用不了多久，天下就是我们灵牙塔的。金库猜谜第2轮，开始。
金牌两面的花纹不一样。来吧。摇定离手。规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只有一个人能胜出，那么只要他把对手解决掉，不管结局怎么样，他都能活下去。看来这里没有任何规则可言。为了赢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还好没有跟他抽到一组。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历啊？我听说，她是赤莲族百夫长，她手里死过的人，可能比这里死过的人还要多。还继不继续了啊？开始啊！喂，你怎么还不开？在想什么呢？光面是大，那另一面就是小。刀娘那边比的是小。这是我的头子，还我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我的头子！那边比的是小。是我赢了！看来你们之中已经有人摸清楚游戏规则了。你们抓错人了！他头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应该是我赢，应该是我赢！不要！我的帽子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我的帽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帽子！我的帽子！怎么样？没事，给。谢谢你。芊芊，你的手咬了，你怎么样？啊，没事。来人，将他带下去，关2个时辰。凭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不许动！凭他搅乱秩序，理应受罚。你若是再敢阻拦，小心我把你也丢进蛇洞。娘娘，没事的，放心。哪只？放心。哼，可惜了，他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刀姐姐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怎么办？师父，师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灵牙塔中的囚犯都是要犯，不可随意轻信。你今天居然为了一个认识没多久的人以身犯险，
你想气死我？可是，你也说过，见了利亚塔就是九死一生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需要一些真正的朋友。所以你就蠢到用自己的命去换取朋友？你知道那下面的蛇有多厉害吗？还好我在，不然你今天连这儿都出不去了。这事真的这么多？可是我娘的解药还没找到，怎么办？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蛇毒并不致命，只会让人昏迷，如假死一般。等毒素消退，你自然无事。没有毒，师父你不早说，你想吓死我。现在不给你长点教训，怕你之后不长记性。我也不能一直看着你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。对啊，如果那些被扔进万蛇坑的人没有死的话，他们去哪儿了呢？走！大娘，你要干什么？带你到周灵亚塔，去外面找解药，给你治病。走！大娘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你现在杀出去，我这蛇毒都还没有解就该死了。那怎么办？哪有解毒的？哪有解药？可是姐姐，你这蛇毒毒入心脉，就再难剔除。我现在要是在外面的话，我肯定有法子治你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这蛇毒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儿，那就顺其自然呗。你们都别哭了。顺其自然？都要死了，你让我怎么顺其自然？当娘，反正我现在都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心愿？你有什么心愿？我上刀山下火海都一定给你做到。我看你一直很宝贝你的虎头帽子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它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。你告诉我，我也知道我因何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就这点小事儿啊！我说，这个帽子呀，是我亲手给我孩子缝的。她叫豆豆，是个女孩。她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懂事，特别的可爱。以前我是一个换洗娘，靠给别人换洗衣服过活。我们这些做劳力的女子本就受人轻贱，那时来我店里的男子都把我看作可以随意试穿的衣服，随便轻薄。你放手！调笑水马，常年如此，我也习惯了。回来了。后来有个镇上的衙役带着几锭银子来我家提亲，我天年见他只手阔绰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刚开始他对我也很好，我还天真的以为我择了良妇，谁知道呢，都是狗屁的。他一见我生的是个女孩，便大失所望，抱都没抱一下就跑出去寻欢作乐。那个天杀的，不仅整日对我非打即骂，还染上了毒瘾，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变卖，完全不顾我跟豆豆的死活。我只能白天给人浆洗衣裳，晚上替人纺。
赚来的血虎钳被他抢走后，还要先铜板上用皂角。后来，他的毒瘾越来越大，甚至把豆豆卖了换钱。你还我豆豆！所以你才如此厌恶赌博之事。所以，刀姐姐这么想出去，就是为了找豆豆。我就算耗尽这辈子，拼上这条命，我也要去找他。刀娘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的。谢谢你，南胭脂。对不起，你都是为了帮我，还救了我这么多次，让你差点没了命。其实我已经没事了，这蛇毒不死我。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事了，你看，好了。你确定你没事了？你确定你不会死？不信你问阿蛮。是真的，姐姐的伤口已经在愈合了，现在已经并无大碍了。你骗我！你吓死我了！南胭脂，谢谢你。好了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想办法度过明天的生死局。姐姐，你想到新法子了吗？不过我还需要阿蛮你。我？我们那边茅草不多了，我想向你这边取点茅草。哦，行，谢谢。寇娘子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没事儿，我帮你，你歇着。多谢你啊，阿敏姑娘。没事，我这身子不方便，连洗个衣服都这么费劲，还真挺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们同在生死局，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肯定互相帮助的嘛。可惜我们都难逃一死啊。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，那我们死之前，可能都能活得舒坦一点。你也不必这般难过，不难过又能怎么办呢？明天一到啊，我们就各安天命了。寇娘子，实不相瞒，这生死局有必赢的法子。当真？其实是这样的。涂鸦，告诉我，怎么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刚都听见了，你跟江蛮他们说有什么必赢的法子，那你应该问他才对。每次杀人，他们都对我颇有微词。你觉得他们会告诉我真话？我可以告诉你。那，你能不能先把刀拿开？亚布手里的令牌分正反两面，一面有连纹暗花纹，粗糙不平；另外一面光滑如镜，细看能看出来区别。光面微小，我
过面试比的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不信我？我自然是更信你。相比你，那个人更危险。你是说那个江蛮？你们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但我见过他的残忍。诸位，久等了，本场生死局最后一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且慢，这第3轮若还是2两一组，未免太无趣了些。哦，那你想怎样？不如我们和你们各派一位代表，若是赢了，在场所有女囚都去第4层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若是输了，自然我和所有人都留下来，任凭处置。这个赌注有意思。不过，你不过什么呀？我又没问你。此等大事，岂是你能做主的？笑话！要是我都做不了主，那谁能做主呢？自然是寇娘子了。我区区一个弱女子，若没了这拐杖，我怕不是连第3层都走不出去。如何问我呢？你出不去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去。我说的对吗？雀蛇大人。南姑娘，切莫取笑于我。寇娘子不必谦让，你身为雀蛇，却甘愿委身其中，真是胆识过人呢。南姑娘，你此话怎讲？首先，你手上拄拐处无茧，说明你的伤并不是旧伤。拖着一条残腿又不会武功的你，是如何从底层的生死局一步一步爬到第3层的？他们是看我拖着残躯，可怜我罢了。其次，他的手上并没有引路戒。再者，昨晚江蛮去你房间，故意透露生死局破局的消息给你。我说过，令牌上有暗纹，却没说过是灵纹、暗花纹。但你告诉图雅时，却说了出来。我有说过是灵纹暗花纹吗？怕不是图雅姑娘你记错了吧？我没有记错，而且你告诉我的答案是相反的，根本没想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吧？在我们部族，如此不守信用是要被当众处死的。你把我说的都告诉他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走得这么近了？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们都一样想要活下去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们身边有这儿的内应。谁我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我可以把他揪出来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试一试与你无害，但是如果不揪出来，明天的生死局我们可能都凶多吉少。
南姑娘甚是聪慧。范娘，要不咱们直接不谈？难得我想与大家玩一玩这猜谜，没成想啊，自己先被猜出来了。雀蛇大人好兴致，竟然自己下场参与生死局。不知若是输了，你也会跳蛇洞吗？来人！且慢。方才你说的第3局，你要赌上在场所有女囚的性命，你可知这赌注挺大的。我们就想赌一把。好，那你说说看，这第3局你想怎么玩？我们每人一个骰子，落定后盲猜对方点数，猜中者为赢，一局定胜负，如何？好，就依你。生死局第3轮，二位准备。要是输了，我们的命也得搭进去。不放心，你俩上去比啊。姐姐能赢吗？行了，你别糊弄我了，我这还一手心汗呢。二位准备，生死局最后一轮，开始吧。如果计划最后能够顺利进行，我希望你可以用听音变头帮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也想离开这里不是吗？单凭个人，我想我们都很难赢过雀蛇，只有一起合作，才有赢的机会。我们不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要相信我？这次之后就是了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离开这里。听出骰子点数后，我会以眨眼次数告诉你点数。不好意思，我猜你的骰子1。
第3轮，难言之胜。阿夏，怎么？你们想出尔反尔？阿娘，你明明可以赢他，为何要故意放他走？人有失手，这次是我听错了。可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失过手。难不成此事又与那庄无咎有关？范娘，之前受他蛊惑已铸成大错，如今怎可再轻信他言，一错再错？切莫坏了这生死局的规矩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三郎，我心意已决。没想到堂堂雀蛇大人，竟然会言而无信。让你带走所有人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金子，让你能够舒舒服服的去到第4层。我必须带他们离开。你别不知好歹！三郎，你先出去，我单独和他讲。阿娘，我叫你出去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走，非要带上他们呢？因为我跟他们承诺过，会带着他们一起离开。你说什么承诺？你该不会真信那个东西吧？为何不信？趁时候还早呢，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10年前啊，月下房有一名琴技冠绝京城的名妓，巧了，也叫寇娘子。谢某一生所求，不过是能与你日日这般琴瑟和鸣，朝暮与共。长乐未央，长午相望。有佳人如此，此生定不相负。得君此言，妾身万幸。寇娘子，谢官人被官府带走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听说是参与了徐王爷的谋逆之事。徐王爷是牵扯甚广，得把他救出来才是。这些你先拿着。如果这些钱财还不够的话，你就把这把琵琶当了吧。寇娘子，这把紫檀琵琶是您最宝贝的东西，没了它您用什么呢？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凤儿，叫你快去。奉命捉拿叛党同伙寇完。寇娘子，跟我们走。好。寇娘子
我劝你还是早日在谢群的供罪书上签字画押。谢公子谦虚有礼，品德端正，是绝不可能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。哼，还真是情比金坚呢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半年之后，虚王一事平定，寇娘子被放了出来，但是她饱受酷刑折磨，已满身伤痕，落下病躯。干嘛你？下去！我说哪来的乞丐呀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就敢往里闯？我来找谢权，谢官人。我们家谢大官人已经入赘公主府了，不住这儿。我说你一个臭乞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这驸马爷也是你能求见的？什么时候入赘的？赶紧滚！哎呀，吵吵什么呀？吵吵什么？簪子，这是我的簪子，这是我们家主子赏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如月，你是如月，我是寇娘子。我不是什么如月啊，你别认错人。我是寇娘子。走！快点！走！闪不开呀！快走，别多管闲事。谢权为了从虚王一事中脱身，最终选择入赘公主府，而寇娘子那些积蓄也被自己的丫鬟骗了去。可怜她入狱这半年，竟一直傻傻信守着那些所谓的承诺。你会不会觉得呀，这个寇娘子啊，是世界上最傻的女人呀？那我想知道，那个负心汉，还有那个薄情的丫鬟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哦，有一年的正月15啊，有人在城里的各个角落里看到了谢驸马，还有如月断掉的胳膊、腿，还有头颅。听完我的故事啊，你还相信承诺吗？甘言无忠良，世薄多苏秦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劝你啊，拿着这些金子，我会派人把你平安的送到第4层。你的故事说完了，我这里也有一个故事。这枚戒指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灵牙塔的引路戒。你从何得来此物？10年前，灵牙塔派出杀手将我爹杀害，我娘也身中奇毒，昏迷至今。而这枚戒指，就是当时凶手的遗留之物。一路闯荡，得知凶手乃是雀舌太阴，而他就在这第3层。你是说，我是你的杀父仇人？不错，本来我应该现在就亲手杀了你，为他们报仇。但我的师父再三叮嘱，叫我不要鲁莽行事。因此有些事情，我决定向你当面问清楚。你师父庄无咎，他还和你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在怀疑第3层的雀蛇就是谋害你父母的凶手？那个头上戴花的男的如此心狠手辣，他怎么可能不是雀蛇的黑鹰？是，也不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簪花男并非雀蛇。我来过这里，这不就是农业女囚铸币的地方吗？没错，仔细看。
个不是猜谜的女囚，她还活着。雀蛇奉塔主之命，在此熔铸心壁。炼金需要开凿山洞，后来他发现利用复杂多变的山洞结构，可以将女囚藏匿其中，难被发现，所以他便开始帮助这些女囚假死，瞒天过海。可即便如今他良心发现，他也不能证明他并非杀害我爹娘的凶手。整个3层有此能力者，除了雀蛇，更无他人了。他连这些都跟你说了呀？我知道，你是救了很多人，但若是面对仇人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你想要的答案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我并非雀蛇太阴，而这枚戒指也不是我的东西。凡灵牙塔雀蛇引路戒，皆以左手无名指的尺寸为准。这枚戒指的大小，看到了吗？说明戒指主人的手指比我纤细得多。实在多有冒犯，还请寇娘子见谅。三郎，把剑放下。板娘，若他是寻常人等也就算了，可他是庄无咎的人，我不可能放他离开。三郎，你把他放了，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之前你瞒着塔主，在铸币中掺入杂假，私自将余下黄金交由庄无咎转运出去，已是死罪。若不是他3番5次蛊惑于你，你又怎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听我的，咱们将此人抓住，上报塔主，说不定能换个将功折罪。三郎不要！寇外，灵牙塔一向手段暴力残忍，你我在此多年怎可不知？就算你抓了他跑，我还是难逃一死的。而放掉女囚，是我真心想做的救赎之举，跟庄无咎没有关系的。我就算死，我也不可能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。不知主人连夜传召，所谓何意？这里有2箱金子，这一箱是我之前封存的，这一箱是你前日送来的。属下愚钝，不解主人用意。那你给我看好了。属下监管不力，罪该万死。怎么了？金币掺假之事已被发现，塔主马上就会来问罪。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快随我离开。我不能走，我如果走了的话，塔主会把所有的事情全怪罪在三郎身上，而且我们那些费心藏匿起来的女囚也难逃一死。我必竭力周旋，护大家周全，可你若不走，便只有死路。庄无咎，对不住了，这针会让你晕睡片刻。庄无咎，此番我断不可能全然而退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保全你们。你我还有未尽之事，你不可。庄无咎，答应我，那些我们藏匿起来的金币你一定要收好。还有，如果有朝一日，那些女囚能活着走出灵牙塔，他们就拜托你了。
恭迎塔主大人。三花，叩见塔主。塔主，你这是为何？你还有脸问我？我让你替我看住寇婉，没想到你反受他的蛊惑，居然与他一起联起手来骗我。若不是我发现金币掺假，你还准备骗我到何时？塔主，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塔主？多年前，多亏塔主帮我杀了谢全和如月，否则我早已曝尸街头。此等恩情，寇婉难以为报。这些掺了假的金子，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。寇婉绝无违逆之行，只是见不得这些权贵以人命为乐，以生灵谋利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告诉我，余下的金子在什么地方？念在往日的情分，我让你死个痛快。寇婉深知难逃一死，任凭塔主处置。你还是不准备说？把人给我带进来！塔主，此事与他无关，却是寇婉一人所为，还请塔主不要滥杀无辜。再问你一次，我的金子呢？寇婉不知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杀了他，我就对你从轻发落。前无重视，世薄多苏情。我不怪你，动手吧。自己过得那么辛苦，叫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离开呢？
若背信弃义，苟且偷生，那与那些阿杂败类有何分别呢？是不是？怎了？岂有此理！你们是都不想活了？打住！您的养育之恩，三花只能来世再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婉娘，以前从未听过你弹过琵琶，方才一听，果真是清情动人，天籁绝响。此生能够听你弹奏一曲，我没有遗憾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，咱们？我要买一把最好的琵琶，然后我回京城，再把月下坊开起来。我要告诉世人，后娘子又回来了。那你呢？你出去之后想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不过，若你重开月下坊，我一定第一个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一言为定。寇安之事，你到底知不知情？是不是你联手他一起来骗我？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？打住！怎么，你终于肯开口了？你可知你做的这些事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灵牙塔的那些权贵，无论他们想要什么乐子，我们都尽力满足。可他们仍旧只把我们当成看门狗，有用时摸摸头，无用时啐两口。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，你可是该当何罪？无论多么愚蠢暴虐，贵人永远都是贵人，因为他们生而为贵。即使变成痴傻的废物，也仍旧可以踩在我们的头上。而我们，就算做得再好，在他们眼里，也永远不会把我们当神。够了！虽然我不确定
但是听你的描述，那个人应该是他。你知道雀蛇太阴是谁？我没有见过他本人长什么样子，但之前塔主是想把他调到我这一层，但后来不知为何改变了主意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更上一层。终于到第4层了，也不知道师傅现在怎么样了。谢谢。没想到寇娘子竟然……真是好人不长命啊！我和师父同样杀过那么多人，那我俩到底算不算是好人呢？对呀，住手！江南，阿曼，你疯了，涂鸦！阿曼，究竟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突然得罪涂鸦？刚才只是好心想去给他送吃的，谁知道他就要杀我！你给我闭嘴！他碰过的东西，我才不要呢！你们要想活命，也离他远点。你是吃拧了吧？在这闲着没事找茬打架？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他们关系这么好，打起来了。涂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希望你能够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，把话说清楚。2年前，有人以一己之力毒害了整个江家村，我可不想死于非命。父母死了，爷爷也没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那些孩子总是欺负我，说我是扫把星。大人们冷眼看着我，连偷一个馒头都要被骂。跑掉了！
没用的。行，现在早晚都得给人用，仔细给我用啊！村里的女人们白天逼着我干活，男人们到了晚上就轮流欺负我。他们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待。我可憋了好几天了。于是，我在井里下了毒，并亲手杀了全村的人。他们都该死！他们都该死！他们都该死！是他们该死！是他们该死！姐姐，姐姐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是他们逼我的。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啊！现在没有人能再伤害你。启禀塔主，寇婉和簪花的尸体已全部找回。他们二人虽然犯了滔天的死罪，但也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。你找个隐秘的角落，替我将他们二人厚葬吧。是。五舅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承蒙塔主关心，已无大碍。小主到此未能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必拘礼，久闻灵牙塔盛名，特地前来开开眼界。欢迎来到灵牙塔第4层，能闯到这儿着实不易，希望诸位好好珍惜。又不会让我们好过，有什么可珍惜？灵牙塔前4层是求生，而后4层则是求死。前4层不过是诗情画意的游戏罢了。若你们能活着爬上第5层，才会知道什么是地狱无门，求死不能。所以请诸位务必好好珍惜这最后的求生之举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想要参加这次生死局的人，可以跟随雅仆前往；不想参加也没关系，那就留在这儿慢慢等死吧。你们少废话，都一起走到这儿了。要是没有我们，说不定还走不到这儿。嗯，走。替我去京城送封信。可我是1层雀舍，塔内还有……塔内的事，你不必操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怎么，
还不赶紧动身？可是我送他出塔。吴舅，我已经知道，接下来的事情，你尽管放手去办。塔主放心，我定让他生不如死。很少感觉到你如此气息不定，怎么了？塔主忽然派我出去送信，我有点担心。你是担心我们的计划被发现，还是你那徒儿的安危？都有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人帮你看着了。那你也要小心，若无变动，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庄无咎。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。我怕他有危险，你帮我盯着，等我回来。这莲芽塔也太会玩了吧！先是村庄，再是书院，又是洞穴，这会儿又到花楼了。这些画也太好看了，这些不会就是胜出的人吧？琴棋书画，还有射啊！诸位，久等了。我就是本层的雀蛇万红柳，欢迎大家参与这一层的生死局——大雅之堂。大雅之堂又是什么？别急，待我细细与你们说来。在你们进入生死局之前，得选择一队进行分组，或蓝或红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算你识相，知道呀，还是我们厉害。好了，既然分组完成，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吧。此局名为大雅之堂，自然不会有什么肉搏对打等粗野之事。本局分为3场，1比舞乐，2比诗棋，3比射礼，三者赢2即为获胜，获胜者全员皆可升至第5层。就是跳舞或者下棋，这听起来好像也不难啊。是啊，好像也不比之前那几层那么骇人恐怖了。这是生死局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有件事忘了跟大家说了，本局
有个独特之处，那就是本雀蛇会亲自下场。雀蛇亲自下场？那请问万院主，你在哪一队？自是红队的队长。凭什么？这也太不公平了！还望诸位多多指教。对啊，时间不多了，赶紧去西院与以前的队友会合吧。这说去西院，也没人帮咱指个路。这层看上去比之前那几层大多了。故弄玄虚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跟雀蛇打，咱们还比个球啊？咱们倒也不必这么悲观。我们几个不是认识吗？配合起来应该会更默契。嗯，姐姐说得对。这一路走来，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哎，不是说这西院有咱们队友吗？我怎么一个人都没看见啊？我这快不行了，队长你这，我这还没开始比赛呢，我就已经，队长，我这快不行了，队长，抬头。我痛啊，队长，痛，快不行了，疼死了，疼！哎呀，不用力不行，你的身子太僵硬了，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啊？你们是新来的？是。太棒了，各位模样不错，而且身材也好，一看就是能唱能跳的。你是队长？嗯，我叫齐松月。你多大了呀？鸡鸡了吗？趴下来继续。我是他们几个里面最通音律的。如果你们比我厉害，队长也可以让给你们。我们初来乍到，肯定没你对这里熟悉，还是你来吧。咱们都是苦命人，不分大小，彼此相互照应便是。那你们刚才这是在……哎呀，你不知道吗？第一轮比的就是5月，大家一起合跳一支舞，中途要是谁做错了，最后输了还会被受惩罚。上一次我们输了，被带走的几个人，至今都还没回来。哎呀，你继续往下压呀！可是万院长也没跟咱们说呀。我就说嘛，那个万院长最阴险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如果我没跳好的话，咱们岂不……哎，别着急，你看我们是刚来，对面不也是有几个刚来的吗？队长，你知道那边的情况吗？平日万院主他们就在东院的群华殿练习。那队长可否带我们观摩一下？常言道，知己知彼，这样我们也不会自乱阵脚。我看他们这样子，好像也没比咱强多少啊。1、2、3、4，加上万院长，他们一共有8个人呢。咱们只有7个，这队形会不会不好看啊？怕什么？我看他们就花架子。
定这是花架子？凭实力，我们恐怕很难赢啊。我看呢，是输定了。我看那两个人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我看着也有点。是你们！万万院主，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，何必这般鬼鬼祟祟呢？院主，他们向来如此，不守规矩，一肚子坏水。二位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又在这里遇到了你俩。那还不是多亏了你没写名字，才能让我们拿到魁首，顺利来到此处。你们俩呀，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落井下石。院主，他们不知羞耻前来偷看，此等偷鸡摸狗之辈，理应受到惩罚。就让我们替院主教训他们。谁敢动手？你是谁？居然敢携带利器，胆敢在院主面前行凶！涂鸦，不可！你们要是继续纠缠，我绝不客气。涂鸦，院主。院主，今天我们的行为确实有些不妥，如果冒犯了大家，我在这里向院主以及在场的各位赔个不是。院主，你可别信他的花言巧语，像你们这种不守规矩，就应该严惩不贷。够了，吵吵嚷嚷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既然他们已经道歉了，我们就不跟他们追究了，抓紧时间去准备比赛吧。院主，我说散。是。谢万院主。对于习武之人而言，这些都只是基本功。瞧他那样，啊，再给我加把劲儿！这是你家乡的笛子吧？不用紧张，我是来给你送份大礼的。万院主，你我各自为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愧是赤练族的百夫长啊！看来我这个礼得够大。少废话，有话直接说吧。好，我想跟你做笔交易，只要你肯帮我对付南胭脂，我就向你保证，放你回赤练族。凡灵牙塔雀蛇引路戒，皆以左手无名指的尺寸为准。这枚戒指的大小，看到了吗？说明戒指主人的手指比我纤细得多。我看他们的言谈举止，并无明显可疑之处。
可是师父说过，不能轻信任何人。当过雀蛇的人随时处于警戒状态，不可能感受不到如此明显的杀气。难道他在红方那边？你是谁？师父，你怎么来了？塔主突然命我助他送信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怕有人对你不利。你带上这个防身。这不是我送你的千丝镯吗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还在查，但同时我也会保护你安全的。师父，我现在回去休息，不要解开生辰啊！可是回去。那言之，没想到你跟雅璞有交情。你怎么跟猫一样，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那言之，你离死已经不远了。要杀我？要杀你的人不是我。今天万红柳私下找我，让我跟他一起对付你。往年赤练族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在杀牛宰羊，庆祝年关。到了晚上，大家围着篝火欢歌起舞，推杯痛饮。那这不是巧了吗？只要你肯帮我，刚好赶得及回去参加。只可惜，他们都已经不在了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族里出了叛徒，我的族人被屠杀殆尽，而我也被扣上了里通外敌的罪名，沦落至此。所以，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叛徒。我们赤练族人对这种背后暗算、偷偷摸摸的事情最为不耻。涂鸦，我就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点回去吧。涂鸦，谢谢你。我说过我们会一起出打的，我们一定会出去的。先过了明日生死局再说吧。你身经百战，自是明白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都会有机会的。
机会在我手里，你们半点机会都没有。诸位，欢迎来到大雅之堂。第一轮5韵，红蓝双方根据规定曲目完成一支舞，双方根据表演的好坏程度决出胜负。第一轮正式开始。这灵牙塔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！瞧这些美人跳的，个个风姿绰约呀。那京城月下坊的花魁们，也不一定比这跳得好啊。我看也是，红方啊，赢定了。小主，瞧把他们神气！该你们了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最终导致队伍失败的那个人会被杀哦。被杀死？你一开始也没说呀，这临时说的，你该不作数吧？万院主，临上场了你才说，恐怕就是想扰乱我们的心吧？我这要是最后才想起来说，恐怕才更加不妥吧。在我这里呀，每轮只需要死一个人，可比别处好多。坏了，第二个动作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刀姐姐，你别说了，你说的我都忘了。队长不就在前面吗？跟着队长做吧。胜负已定，蓝方起舞失误，未能完成本次表演。本局红方胜。接下来是大雅之堂的第2轮比试，狮棋。由双方队长指定一人下完这盘棋。下这盘棋时，在落子之前，需根据棋盘上的纵线与横线所对应的落棋点，说出相对应的数字与汉字，师承方能落子。超时，棋判负。这么复杂，谁会下呀？我不是说了，由双方队长指定。那不是谁上谁死吗？也不一定啊，赢了，不就不用死？队长，别选我，我不会下棋，我不想死。这不仅要下棋，还得会念诗，这也太……那要不……我来，南胭之，姐姐。总不能让你们上吧？放心，正巧这2样，我还算会些。
怎么能自己上场啊？我说了，由双方队长指定选人，又没说不能选自己。这完蛋了！扮演主要是亲自下场了，姐姐岂不是凶多吉少了？雀蛇亲自出马，必死无疑呀。是吗？我倒不见得，我出1000两。押他赢。我想见一个人，我听说他在你们灵牙塔，到时候我以下注为好，告诉你我要见的人是谁。大雅之堂第2轮诗棋正式开始。三川白雪归青冢，万里黄河绕黑山。别怪我没提醒，落子的时间也是有限制。超时可是会胖腹的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7、8个星天外，2、3点羽山前。他怎么每一步都这么快？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就听台。姐姐要是每次都花这么长时间，会不会输啊？是输定了。这棋盘是他设计的，每一个字所对应的诗句，他都了然于胸。3杯2盏半酒，怎敌他晚来袭？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5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。现在桃子认输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挑个死法，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1片2片3、4片，5片6片7、8片，1000片万片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你这算什么打油诗？怎可作数？这可是当今上上亲笔所题的御史啊，怎能不算？好，算你过。你现在不过就是苟延残喘吧。天巡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帆出石头。果然呢，这些女囚怎么可能玩得过雀蛇呢？没错，结局未定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七弦琴上五音寒，此意知音自难。我胜局已定，再有一步，他就输了。与君少年初相识，君年15，我17。算你命大。怎么回事？时间到了，半院主超时了。这么说，南之赢了。此局算你们赢。赢了！不是说谁输谁死吗？对呀，你怎么能胡乱杀人？输的人选一个人替他死就行了，反正
有人死就行。雀蛇怎么会败呢？难道是灵牙塔他们偷奸耍滑？自古愿赌服输，难道各位要和我这个小女子耍赖不成？哼！哎呀！今日一日连战2局，各胜1轮，想必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了吧？今日先到此为止，各位先回去休息吧。我们明日再战，最终结果由明日礼社决出胜负。万院主，第3轮比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还望一次说清，这样我们也好安心休息。你们大可放心，明日第3轮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，比的是礼法和射艺。这2项如何同时比？红蓝双方各自选出4人，其中2人盛装打扮，行跪拜皇天之礼，另2人则立于对侧，手持羽箭，瞄准队友头顶珠翠。自己人射自己人？正是。行礼者各端1碗甘露，羽箭射出之时，身子有所晃动，则扣1分；碗中的甘露洒出，则扣2分；礼法有错漏之处，则扣5分；而玉碗碎裂，则直接输掉比赛。那若不慎射伤自己的队友怎么办？那就只能算自己倒霉了。不过射得好，也是有加分的。怎么加分？每位射手手中有3支羽箭，射中1颗行礼者头顶珠翠，则加5分。那行礼和执剑之人怎么定？抽签。万院主，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既然规则已经清晰明了，我想请求万院主现在抽签。好，就依你。选人。就你们4人。我们选好了，你们呢？你们几个相识，肯定更加默契。对的，对的，你们来，你们来。算我一个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正好4个。来人。既然签位已然明了，诸位就赶紧回去准备吧，我们明日见。也不知道这万红柳明天又会耍什么阴谋诡计。我看了第3轮的规则，姐姐已经向万院主问清楚了，想必她不会再耍什么花招了吧？不好说。偷奸耍滑惯的人，怎么可能忽然变得坦诚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万红柳啊？你留在这里保护他们，我出去看看。南胭脂，你是谁？你怎知我姓名？我在灵牙塔赌场买过你的命，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买命？原来你是上面的人，想不到像你这样文文弱弱的大小姐，也是随意草菅人命的魔鬼。可我与你素不相识。素不相识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父亲根本不会死。你的父亲？你将他割手弃尸荒野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灵牙塔非死罪之人不能进，你是如何混进来的？新晋状元郎被割手弃尸城外，凶手至今未获，我就去官府自首，顶下了罪名。
你的夫君是新晋状元沈念安。你想起来了？我没有杀他，我只是为了进灵牙塔才顶替凶手的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？灵牙塔人人避之不及，你会为了进塔顶下死罪？有时候，越是危险的地方，越藏着真相。我才不信你的一派胡言！今天我就要亲手为我的夫君报仇！姐妹，我看过他的尸体，他是被一刀毙命的，手击出的伤口也干净利落，那锋利重器所为。试问我这样的女子，如何做得到？而且，他死之前，手筋脚筋都被挑断，这不是杀人，这是泄恨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有谁那么的恨他，恨到让他求死不能？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是谁？是不是王无聊？跟王红柳没有关系。不是王无聊，那又是谁？反正你们放心，今天晚上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我们呢，就先回去安心休息，明天好好的比好最后一轮。小主，此番可还满意啊？经常听我父亲夸起你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承蒙小主夸奖，蒙硕受之有愧。属下冒昧，小主若赠物一个女囚，属下亦可代为效劳。为何小主还要亲自到此？难道只是为了消遣？起初我只是想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是没想到他都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敢顶撞我，岂有此理！既然这个女囚不知悔悟，那不如不让他爬，他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小主的意思是，让他比完最后一轮生死局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耐。快点儿！放心不下，便回来了。在这灵牙塔里，那些不过是镜花水月，用来麻痹人的虚幻罢了。越是这样，才越危险。他们都是鲜活的人。不该在这里被当成玩物观赏。你们觉得他们会敢射箭吗？我觉得不敢吧，毕竟是亲姐妹呢。来这儿的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不信，你们看。真敢下死手啊！是啊。哎呀，今天这3局我压红方，我还是看好雀蛇。我也是。今天这局，不知姑娘是何看法呀？我还是要上次那位。
分了，但咱们不用射箭了。是啊。太准了。是啊。减2，加5。红方，玉露洒出，扣2分；射中玉珠，加5分，共计得3分。蓝方准备。看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计划了。如果我们要赢过红队的话，我们必须射出手中的箭。只能这样。图雅，我射箭不好，怕打败无伤啊。一会儿得分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嗯。我没把握，南言之相信我们，我们也一定要相信自己。好，相信自己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该不会真让他们赢了吧？不可能！大雅之堂我就没见雀蛇输过。你不过是个戴罪之身的囚犯，连这灵牙塔都出不去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帮我找出真凶？若我出了这灵牙塔呢？恐怕你连明天的生死簿都过不了，何谈出得了这灵牙塔？好，那我们便打个赌如何？若他日我们在外面相见，我帮你找出弑夫真凶，你也答应我帮我个忙，如何？真是痴人说梦。这些事，待你日后出了灵牙塔，来找我再说吧。一言为定。拜。民女南胭脂，江南。福愿天佑我朝，国祚绵长，五谷丰登，风雨顺时，灾利不兴。剑线甘露。
就差最后一步了。他一定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阿妈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知道你俩不对付，但你也不能这么说的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没有任何理由脱手。南言之，你输了。来，江满，起来，来，慢点。哎呀，来。要不是有他的话，或许我还不一定能赢你。万言主，你，江满，有我给你撑腰，不必遮遮掩掩。来人！阿玛，姐姐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说的没错，他背叛了我们。阿满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，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才走到这儿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儿？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当成朋友，你在生死关头竟然做出这样的事，你到底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刀姐姐，是我辜负了你，是我辜负了你们。江满，你才不需要自责呢，你可比这些冥顽不灵的人要识时务的多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办到。万红流，你卑鄙！赤兰图雅，你现在是在羡慕我？我给过你们所有人机会，现在后悔恐怕是晚了吧？要怪啊，就怪你非得护着他。阿满，我不信他说的，我想听你亲口对我说。舒雅，姐姐，阿满，我把你当做妹妹，我不是说好了要一起离开这里吗？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想活着，我不想死。我早就受够了这种整日提心吊胆、食不果腹的日子。只有跟着万元主，我才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这里是灵牙塔，你搞清楚，这里是灵牙塔。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吗？灵牙塔，就算出了塔又能怎样？外面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灵牙塔。我出身卑贱，我不像你们。我再怎么努力，注定也是任人宰割。现在，我就想在我死之前，活得像个人样。你错了，现在这样才叫没有人样。够了，带下去。那言之，你无权无势，到底是掀不起风浪。拼尽全力，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人心险恶，你终究是见识到了。五舅，你既已回来，为什么没有先向我汇报？
我说过，比赛输了是要接受惩罚的。我给你们1个晚上的时间去思考，天亮之后要给我留下一具尸体。若是明天早上我没见到这具尸体呢，那我只好给你们一起收尸喽。你并不像外表那样柔弱。没办法，我也是为了活下来。是他们让你来杀我的？我不过是一介女囚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倒是你来了以后，这里变得很是诡异。我从未见过院主这样针对过别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问题与其问我，不如问你自己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伎俩你应该很熟悉啊，毕竟你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不是吗？雀舌太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真合适，这枚引路戒你还记得吗？这不是我的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这枚戒指从哪里来的？你还记得京城郊外龟田山下的南市人一家吗？南市人？他原本有一个幸福平淡的3口之家，可是有一天，一个杀手闯了进来，将他一刀毙命。他的妻子也身患奇毒，至今还躺在床榻之上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不是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，我发现你根本就不是小孩子。你的身形可以骗人，但是你真正的皮肤骗不了人。果然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你的身体早已和你的心一样腐烂透了，怎么现在还要抵赖吗？难道说你是？我是。告诉我，为
为什么要杀我爹？为什么？他明明已经归隐山林，他都已经不问世事了，你们为什么要对他赶尽杀绝？为什么？我有解药，如果我死了，娘也活不了。塔主最近又是操劳了不少，白发都多了些。哎，能不操劳吗？我要是不多操点心，他庄无咎能给我把天都拆了。塔主消消气，无咎只是因为太年轻了，待他经历的事情多了，自是能体谅你的良苦用心。有件事，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。塔主，请吩咐。我怕无咎他狠不下心来，万一他下不了手，你得帮上一帮啊。你娘所中之毒是我亲手研制，常规解药中必须加入你的血液，否则无人能解。找到解药了，我娘有救了。无咎，怎么还把刀收起来了呢？继续啊！我可是塔主派过来专门盯着你的，你可千万别让他失望。闭嘴！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庄无咎的真实身份啊？万红流，我让你给我闭嘴！南胭脂，灵牙塔的塔主是我的父亲。师父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你是在骗我吧？你可真是蠢呐！稍微对你好一点，就信以为真了。当年刺杀你们一家，就是我给齐松月下的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当年是我们一家救了你啊，我把你当做知己，怎么可能？那当初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呢？因为折磨你，看着你痛苦，才有意思啊。我教过你的，让你不要相信任何人。师父，你跟我说这些都是假的，你陪我长大，你教我习武，你还一直在照顾我的家人，你从来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明明是你让我没有被仇恨包裹，是你让我开始期待未来的。你跟我说这一切都是假的。谁让你的爹娘建造出灵牙塔？他们知道的秘密太多，迟早会被灭口。我倒还得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
把我带到你家里去，我又怎么可能找得到？你能进灵牙塔找解药，也是我设计的。本来想留着你慢慢折磨致死，没想到你还是有点用的。所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多亏了你，我才能揪出寇吻和簪花，让那些包藏祸心的杂类全部被清除干净。不可能！明明你也被这座塔困住了，你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活得像个人。明明你也对这座塔的一切都深恶痛绝。好啦，你俩在这唱什么戏呢？庄无咎，塔主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请父亲放过胭脂。你竟然为了他背着我，做了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你若不是我的女儿，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。他进塔只是为了找解药，并无祸心。无咎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你真的不知道灵牙塔是他爹造的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他的爹娘是怎么死的吗？他进塔的目的就是为他爹娘报仇，所以他必须死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亲手杀了南音之，否则所有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我绝不姑息。像一段情也随缘散无影，风花落尽，霜寒渐冷闭心门。花谢开花，暗香残留，心碎了无痕。清风缠锦般相思，谁解此念最长痴？长夜孤灯残影至，杯光一缕照尘世。墨痕微南胭脂，你不是想给你的爹娘报仇吗？动手啊！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让我看看我教你的功夫能不能让你杀死我。山河辽阔皆过客，唯有初心伴朝夕。半生颠沛流离，山河踏遍年归期。揽尽星河万顷，此心依旧付尘息。你的千丝镯，现在还给你。庄无咎，你我从此恩断义绝。暗香残留，心碎了无痕。清风缠锦般相思，谁解此念最长痴？长夜孤灯残影至，杯光一缕照尘世。墨痕未感情难辞，半生痴念系尘丝。清风烛影意难尽，独看月落星移。惜在花开又花落，字字句句藏心底。山河辽阔皆过客，唯有初心伴朝夕。半生颠沛流离，山河踏遍年归期。揽尽星河万顷，此心依旧付尘息。
一直，杨一直，你睁开眼啊！娘，娘，我不，我娘呢？伯父恕罪，小婿让您久等了。哪里哪里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快请坐。
快去问问小姐怎么还没来。是。小姐，刘平是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您至少得去见一下，不然服了人家面子，容易让相爷脸上无光。我不信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会有人真心愿意娶我。还没有找到杀害念恩的凶手，爹就要我再嫁，绝不可能。晶儿，爹是想刘渊入赘，他也是进士出身，不比沈念安差呀。女儿心里只有念安，此生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。晶儿，那刘渊是沈念安的生前好友，其才识、人品，那都是有口皆碑。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再逼我了。婚姻大事，自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容不得你擅作主张。是吗？若爹执意如此，我只有出此下策。晶儿，爹爹只是想让你落个好归宿，你何苦自寻短见呢？爹爹，我的脸已经毁了，想必不会有人再愿意娶我。今后的婚事也不劳您费心。小姐，您又何苦如此？即便不愿再嫁，你也无需这般摧残自己啊。小姐，姑爷已经没了，可日子还得过下去，不是吗？若不是为了给沈郎报仇，我恐怕早就随他去了。可相国那边，替我回复他们，就说我不便见客。当初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娘了，我再也见不到我娘了。伯母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们也不会找到这里。是我连累了你们，吴娇，这怪不得你。若你真的报答我家恩情，我拜托你照顾好叶芝。母亲，还疼吗？相比于师父遭受的那些折磨，我受的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？师父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必再为我顾虑了，别再一个人扛了。我想跟你并肩作战，为了爹娘，也为了你，我们一起去把那些人该还的债讨回来。好，我们一起。
师父，原来你与沈念安相识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在调查灵牙塔的幕后操控者黑牙。只可惜我还是去晚了一步，还没来得及见他，他就被人所害。怪不得凶手如此残暴，原来是黑牙所为。那我们顺着这条线索，是不是就能找到黑牙了？没错。后来我经过一些调查，在林相府发现了一些线索。相府？胭脂，我现在需要你帮我。所谓云母屏风，烛影深。长河渐落晓星沉，或许也不过如此吧。你是刘渊？正是在下。渊儿，我们走。小姐请留步，在下别无他想，只是来府多日，百无聊赖，想找个人说说话罢了。今日良辰美景，实属难得。小姐若有闲趣，不如一同在此品茶赏月。不知王知府深夜到来，所为何事啊？事关重大，故漏夜赶来，不敢怠慢。究竟是何绝密要紧之事啊？相爷可知灵牙塔？人倒不错，只可惜我此生已心有所属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。无妨，能与小姐在此月下小叙，坐以谈心知己，足矣。传闻小姐为了不再嫁人，还故意将脸划伤。恐怕你也觉得我很可笑吧？并非如此，我反而对小姐能做出此举深表钦佩。在我入府之前，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会有如此勇气？看见我这张脸，只怕会吓到你。若能见到小姐真容，此乃在下三生之幸，又怎会被吓到？如何？得见小姐真容，在下想起了一句诗：冰痕天玉骨，一笑胜春烟。念安跟我夸过你，不愧是同届高中的进士，确实有几分学识。还有林相心绪刘渊，刘渊乃灵牙塔常客，并犯下数宗贪污行贿之事。下官担心林相被他蒙在鼓里，特来相告。没想到他刘渊居然是这种人。王知府，你做得很好。朝廷能有你这样的国之栋梁，
才能长日永照啊！承蒙相爷抬爱，下官只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此事兹事体大，需谨慎处理。不知除你之外，还有何人参与其中啊？相爷放心，下官还不曾告知他人，就连到此也是单独行动，并无第三人知晓。好啊，很好。天色不早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送小姐回去，你回去休息。你若不是相府千金，鬼才会对你有这般耐心。等过了今夜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你还怎么目中无人，自视甚高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方才这禽兽在你的茶水和糕点里下了药，想要趁机奸污你。若不是被我突然撞见，恐怕今夜你连怎么被毁的都不知道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还以为他是正人君子，没想到如此人面兽心。哎，且慢！我要杀他，你为何阻拦？像这样的禽兽的确应该千刀万剐，但若是你现在杀了他，顶多是泄愤，但可能打草惊蛇。你什么意思？杀一个刘渊也换不回沈念安，只有让他活着，才有机会找到背后的主使，这才是你复仇真正的开始。你不是想替你的沈郎报仇吗？想要搞清楚真相，那就听我的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伯父，这么晚换小婿过来，这不是王知府吗？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你的名字怎么会在上面？他怎么会查到这些啊？他怎么知道？你问我，你不应该问问你自己吗？他今天要不是先来见我，明天你就要去见大理寺卿了。伯父请恕罪，是小婿一时疏忽。你做事如此疏忽大意，叫我日后怎敢将重任托付于你？伯父，教训的是小婿，日后一定小心谨慎，一定。你的头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是小婿自己不小心。晶晶从小脾气就不好，有些事不可操之过急。明白，小婿谨遵伯父教诲。把他处理干净。
是，请伯父放心。师父，林相杀了王知府，是为了包庇刘渊。林相手段狠毒干练，绝非善类。师父的意思是说，林相和林雅塔关系重大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林晶晶那边我已经谈妥了，接下来就等着瞧吧。杨儿，刘平师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昨晚我把小姐扶回去之后，还有谁看见我们了？没有啊，昨晚小姐进屋后，没过多久便出来了，此后便无人进去。没有别人？难道是小姐？莫非是你？不是我，我昨晚一直在自己房间，未敢踏出半步。你把小姐给我盯紧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及时向我通报，否则你清楚沈念安的下场。是刘平师。央儿，你居然替刘渊监视我！没有啊，小姐。方才你和刘渊说了什么，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，就不必嘴硬了吧？你是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答应刘渊替他监视你们家小姐，他才保你小命，我没听错吧？后面好像还有什么沈念安的下场。你跟了我这么久，究竟是怎么跟刘渊勾搭上的？小姐，央儿不想死，央儿也是被逼无奈的。被逼无奈？难道你不怕我也可以杀了你吗？说，刘渊跟念安的死究竟有什么关系？小姐，你现在老实交代，还可以保你一命。要是再有半句谎话，我就替你们家小姐了结了你。小姐，小姐，央儿知错了，求你可放过我，央儿什么都说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真是心灵手巧。不过我看这字样，应该不是给老爷的吧？就你聪明。你今天替我把这个送去沈郎府上。哎，我记得要亲自交到他手上，知道啦。那日我去沈翰林家的路上，正巧看见了他，我正想跟他打招呼，却发现他神色谨慎地走进茶馆后门。紧接着，我又看见有个人走了进去，这是刘平师。我觉得有些反常，于是便决定等他们出来后再上去找沈翰林。没有多久，我看见沈翰林被人抬了出来，我害怕极了，不敢声张。一直到最后，又有2个人从茶馆里出来。林相，请放心，卑职这就去办。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央儿，刘平时威胁我说，我目睹此事必将招来杀身之祸，我若是想活着，就必须听他的话。小姐，我实在是不想死，所以才没有办法对你坦白。你所言属实，杀害沈郎的是我爹。小姐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央儿只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说出。至于真相如何，央儿也不敢妄加推断。什么不敢妄加推断？
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没想到，杀害我夫君的罪魁祸首，居然是我爹。山狼，我不要见你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自寻短见又有何用？逞一时之快倒是一了百了，但沈延安还不是白死？不甘心又如何？那是我爹。你爹杀了他，又让你嫁给一个禽兽，你甘愿就这样一辈子受他摆布，活在阴影下？那我应该如何？首先你是你，才是别人的妻子，别人的女儿。记住，为了你自己，你的刀口也应该坚定向外，要让那些毁了你幸福的人付出代价。为了自己？对，为了自己。软弱忍让只会让坏人更加肆无忌惮。晶晶，哭够了就站起来吧，要借用他们给你的刀，狠狠刺向他们的软肋。没错，我要报仇。爹爹啊，上元节快到了，我想去庙里祈福。祈福？为何呀？爹爹，女儿想明白了，有些事情已成定局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是时候该有一个了结了。女儿同意您为我择定的这门亲事，所以想去庙里走走，就当是替您还愿了。静儿，你想通了就好。爹爹，这毕竟是我和刘平氏的婚事，所以我想请他一同前往。好啊，静静好不容易回心转意，这件事就由你去操办。好，小旭这就去。嗯。哎呀，哎，怎么停下了？刘平氏，小姐渴了，想进去喝口茶。喝茶？不是快到了吗？小姐有些胸闷，正好这有个茶馆，便想进去休息一下。什么？哎，这茶馆我好像来过。晶晶，晶晶，晶晶，哎，人呢？你谁啊？看来上回那一棒好的挺快啊。哦，那晚是你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让开啊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攀附权贵的走狗，吃软饭的赘婿，又或者你都是？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我的夫人是相府的千金，京城重地，其中尔等4亿行凶。4亿行凶？看来你是忘了沈念安是怎么在这里被你害死的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自己做过什么？难道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？你们怎么可能知道的？难道是燕儿那个贱人？
念安，你在天有灵，好好看着。今日就要为你主持公道。求求你们，放我吧！求求你们了！放过你？沈念安是怎么死的，你就怎么死，不，加倍奉还！你们误会了，沈念安不是我杀的呀，是林香，是林香执意要杀的，与我无关啊！沈念安是林相的贵婿，平白无故的林相怎会对沈念安痛下杀手？定是你从中挑唆，蛊惑林相。并非如此，并非如此，是沈念安调查灵牙塔的事情，发现林相也参与其中。说，林相和灵牙塔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只知道林相和灵牙塔一直有来往，朝中的许多官员也是林相介绍过去的。我知道此事牵连甚广，所以我一直劝沈念安不要深究啊，可他不听啊，非要秉公办事。你倒是把自己撇得挺干净啊！沈念安追查灵牙塔之事，若无人告发，林相又怎会知道呢？定是你把他卖了，以此巴结林相。不是这样，你听我说，林相眼线遍布朝野，沈念安调查此事，怎么能逃过他的耳目啊？你们想是不是啊？林相是因为得知沈念安手中掌握了一份流入灵牙塔皇界的账目明细，因此才找到我，想让我帮他拿到账目。啊，原来就是你把沈念安骗到此处，逼他交出账目。账目呢？自然是林相拿走。看来留着你也是无用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在哪儿。林相房间里还有一间密室，沈念安的账本就在那。果然是他。怎么了，师父？每个进入灵牙塔的权贵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面具，而这个正是黑牙。你是说林相就是黑牙？女侠，我所言不虚吧？我也真的是被逼的，快放过我吧！青青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一字不落，全听见了。青青，不是你听到的那样的，我今日所言都是权宜之计。若不是性命攸关，我断不会如此啊！我本以为你只是道貌岸然、趋炎附势，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，简直猪狗不如！青青，你听我说，柳渊，你可以把我当做你青云路上的垫脚石，可你错就错在，你害了我的沈郎！今天我就要亲手为我的沈郎报仇！主任，上月结的生死局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开盘下注。不急，还有贵客未到，再等等。是。
我娘本是名门贵女，却不幸沦为了灵牙塔阶下囚，被蒙说这种臭虫玷污。后来，我娘有了我，狱中其他的女囚们照顾我们母女，她们教我识字、习武，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参加生死局，一个个死去，却无能为力。师父，都过去的事情了，今天我们就不提了。来，干！酒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若这世上没有灵牙塔，我倒真想就这么一直和你待在这里。那不如今晚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塔，没有牢笼，只有酒，只有兔肉，只有师徒。那你多吃点儿，也许这一顿就是我们最后的安宁了。来，真香。师傅，你要是不学武，你就是做个厨子也能养活一辈子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还说我呢。师傅，你还记得你当初到我们家头一回吃饭的样子吗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记得？我岂能忘记？那时你身负重伤，我们照顾了你那么久，差点都以为你要醒不过来了。结果你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竟然是找肉吃。那时我拼死闯塔逃了出来，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。幸好遇见了你们。兔子。你。这兔子肉是我娘特地给你做的，我能拜你为师吗？我也喜欢吃兔子肉，你能教我抓吗？你看我编的也还好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看在我帮你梳头的份上，师傅考虑一下呗。没收过徒弟，不曾会教。我也没拜过师呀，咱们相互照应呗。考虑一下。那我就当你答应啦，咱们拉钩作证，不许耍赖。你可知，这一身本领意味着多少的苦痛？师傅，师傅，请你教我最厉害的武功，我要为我爹娘报仇。
这段日子辛苦你了。不苦。若是没有师父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坚持下去。这是我给师父做的，我给他起名千丝镯。他日若你带上它，我们一起闯进灵牙塔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。灵牙塔里危机重重，我不可能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冒险的。那难道我就忍心看着师父只身犯险而袖手旁观吗？那你也给我忍着，我自有安排。师父，你也说了，灵牙塔是十分凶险之地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胜算啊。更何况灵牙塔这样的罪恶之地，一日不毁，就会有更多的女子沦落其中，成为权贵的玩物，生不如死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就承认一次吧，承认你是需要我的，好不好吗？好，但是你得听我的。胭脂，其实你不必如此，烧了吧，把这里烧成灰，我们便再无退路。我知道你一心想复仇，可你娘已经……若你再有点事，我……师父，如今这世上，除了你，我再无牵挂。胭脂，此去灵牙塔势必凶险，一半座雅仆随我入塔，你我分头行动，恐无法护理周全，务必处处小心。师父不必担心，胭脂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五舅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启禀塔主，马上便是上元佳节，吾舅奉命挑选女囚，不敢怠慢。塔主，黑牙要紧，不必弄仔细了，绝不能出现纰漏。是，塔主。我去盯着黑牙，你留下来继续行动。师父小心。站住！既然出去了，为什么要回来？拿了解药还不知足，还要回来杀黑牙，真是胆大包天啊！你知道，你真的以为你和庄无咎的那些计划能够瞒天过海？要不是我和塔主心存仁慈，你到不了第4层。
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有情有义，好像可以洗脱你们身上的罪孽一样。多说无益，来吧。大人，监管侍寝的少女均已入塔。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庄无咎，这出戏我给你安排的如何呀？主人，属下管教不力，罪该万死。杀了他，我恕你无罪，既往不咎。谢主人开恩。庄无咎，你犯上作乱，目无尊长。念在你我这么多年的父女情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自我了断，免得我亲自动手。看来，你那些虚伪的父爱情深，终究还是装不下去了。岂有此理！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要你死，你就得死。我的命是我娘给的。当年你在灵牙塔玷污我娘，可知她一生的耻辱便是我。对不起你娘，
但是我待你不薄。当年逼我回灵牙塔，不过是想把我培养成你的杀人工具，用那些所谓的三纲人伦来支配我。可一旦到了生死关头，还不是一样把我当作弃子？这就是你的命。今天我便要把它收回来。不配做人妇。不就乖乖的听爹的话。听话认命，这些词我听了无数遍，每听一遍想杀你的心就多一分。这个低贱的女子罪不可赦。是我作恶多端，天理不容。为了温娘，为了灵牙塔里所有被你践踏过的生灵，我就必须替天行道。不就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吗？若不是因为胭脂，我又何须等到今日？精彩！这出戏是我看过所有生死局里最精彩的。只可惜呀，蒙硕为灵牙塔操劳这么多年，最后居然死在自己亲生女儿手里，真是可悲可叹呐！何必在此兔死狐悲？你才是这灵牙塔的罪魁祸首。就凭他们，你以为可以拦下我？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这戏还没演完，怎么就着急散场了？阿七，胭脂，放了他！庄无咎，这出戏我让你来收尾，要么束手就擒，要么看着他死。果然卑鄙！你身为社稷重臣，竟然私设灵牙塔，还以奴役人命为乐，你就不怕有朝一日真相大白，自己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吗？你真的以为把我的身份揭穿了，就能毁了灵牙塔？幼稚！这么久以来，并非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他们不敢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一旦想要将真相揭露，都不用我下令，就会有人主动让他们闭嘴。你这般泯灭人性、丧尽天良，必遭报应。报应？你说的是这些死囚吗？如果你觉得他们要是被迫的，那你就错了。不信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看清楚。阿七，让他们把所有牢房门打开。打开所有牢房！
这些底层贱民身负重罪，即便是能逃出去又如何？依旧是无处容身，见不得光。他们留在此处，还能苟延残喘，了此余生。阿七，这次表现不错，不枉我让你在塔中蛰伏这么多年。主人深谋远虑，属下不过奉命行事。阿七啊，从现在起，你便是灵牙塔新任塔主。承蒙主人提醒，属下必当万死不辞。阿七，你醒了。新媳妇要是这么贪睡，日后怕是要被公婆挑理了。幸好他们早就死了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放心，不过就是一些软筋散。我怎么舍得伤你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你抱得我好紧，疼，你能扶我起来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知道师父怎么样，现在只能先假意顺从。胭脂，你再摸摸我的头好不好？就像和以前一样。阿七，这个名字是你给自己起的吗？不是，是别人给我取的。我讨厌别人这么叫我，所以我把这么叫的人都杀了。当然，除了主人。可是，我也这么叫你啊。你不一样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这么叫我。阿七，方才你说主人，你是蒙受的人。多亏了你师父，把蒙硕杀死了。现在，我就是灵牙塔塔主。你怎么会是塔主？那我师父呢？我侍奉主人多年，肯定是主人的安排。你师父想要刺杀主人，被抓了。你说的主人是黑牙？那我师父在哪儿？你要想他活，那就听我的。阿七，你把这里布置成这般，是要……我想要娶你，明晚便是我们的大婚之日。你要娶我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现在已经是灵牙塔塔主，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想要你待在我身边，
我们如此成婚，实在太过仓促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阿七，但感情需要时日浸润，不如我们多相处几日，也等我的心安下来，好吗？那胭脂，你我都是聪明之人，这种假话就不必说了吧。阿七，若你是真心待我，你就应该尊重我，不能强求。南胭脂，你知道我为了和你的婚礼，在主人面前费了多少口舌？明晚便是上元节也是我们的婚礼之时。你若肯嫁，你的师傅还有那些朋友，他们都能活着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。你若不肯，婚礼没有了，那他们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吧？好，我嫁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他们一个都不能少。你居然是黑崖的人！若不是如此，或许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交情。交情？你我道不相同，没有交情。你是胭脂的师傅，我来是请你见证我们俩的婚礼。赶紧放了胭脂！放心，我现在是灵牙塔塔主，胭脂只有嫁给我，才不会有事。哼，你也配？何不以逆自照？你这样和蒙硕有何区别？我和蒙硕不一样，他贪得无厌，而我的眼里只有胭脂。你也是无药可救了。其实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，能和胭脂在一起经历那么多，这些年辛苦你对她的照顾，余下的时光就交给我吧。刀娘，赤兰图雅。二位，有请。是你。诸位，今夜是1年1度的上元节生死局，更是我作为灵牙塔塔主的大婚典礼，也更是希望借助此轮精彩绝伦的生死为例，来庆祝这个极为盛大的日子。普天同庆，灵牙咏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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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此轮生死局名曰围猎场，以女囚为猎。弓弩射中者记1分，近身伤身者记2分，取其首级者记5分，中场分数最高者为魁首。另外，请诸位放心，所有猎物均已服下软金子，毫无反应，尽可放心围猎。我的朋友们呢？他们已经到了。刀娘，图雅，胭脂，师傅，胭脂，他们为何会在下面？
胭脂，我答应过你，不会伤害他们，会让他们活着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。但是他们是否能活着熬过此轮生死局，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。你骗我！从此你我的世界里只有彼此，也未尝不可。卑鄙！诸位，1年1度盛大的上元节生死局围猎场开始。吃了软禁散吗？秦女士。彻底消灭这些祸首，那算我一个。可留下来，这场战役十分凶险。我们部族的战士是不会退缩的，更不可能抛弃战友。我也不走，我要是走了的话，估计这辈子都睡不了一个好觉了。反正咱们大家要么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嗯，我也会和姐姐一起并肩作战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同生共死，向死而生。同生共死，向死而生。诸位，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！回去！
他那女囚暴乱了！快，赶紧通知附近州府，让他们速速派兵前来驰援。是，主任，这边。你去追林香，把她交给我。南胭脂，你为何还执迷不悟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回到我身边。你已经和林雅塔一样烂透了，就算死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南胭脂。苦难于不公，纵使粉身碎骨，我也要让你血债血偿。是会
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师傅，请你教我最厉害的武功，我要为我爹娘报仇。这是我给师傅做的，我给他起名千丝镯。他日若你带上它，我们一起闯进灵牙塔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。唯愿三昧功夫决之处。深处，若非是你，我怎敢结果中之地？除了你，我再无牵挂。你不必再为我顾虑，别再一个人扛。我想跟你并肩作战，为了爹娘，也为了你。我们一起去把那些人该还的债讨回来。若这世上没有灵牙塔，我倒真想就这么一直和你待在这里。那不如今晚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塔，没有牢笼，只有酒，只有你我。此刻。此生足以是二人之中的欢笑，只愿来世仍为师徒，用力相互，再携手走完未尽的路。师父，他们来救我们了。放替他们一去勇敢的。南枝，救不了。姐姐，周姐姐，南枝，南枝，南枝，你答应大家的事儿做到了，南枝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我们成功了。是啊，姐姐，你快看，大家都逃出灵牙塔了。